今天这支影片我们来介绍 JQ， 它是一个在命令列下面可以快速而且方便用来处理 JSON 资料的软体。由于 JSON 是一个相当标准而且流行的资料交换格式，所以你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它，包含一些影像标注软体，它的输出可能就会是 JSON 档。在训练大语言模型的时候，有一些资料集你也会看到它是以 JSON 档的形式存在。更常见的可能是云端 API， 那这些 API 串回值可能就会是 JSON。那我们今天就会用台湾气象的开放 API 当做例子来探索一下 JQ 的一些功能。我们要使用的网站是气象资料开放平台。接下来我们先来打一下气象局的这个 API， 可以看到它传回的数值真的是一堆看不太懂的 JSON， 因为它还没有做好排版，所以我们直接喂给 JQ 的话，你就会看到它变成比较可以读的排版，然后也会有一些不同的颜色。不过为了要避免一些不必要浪费去的 API code， 我们先把它存在一个档案里头，然后来看一下。我们可以直接 JQ， 这是我们给 JQ 的指令，然后后面加上这个档名，就可以看到它的内容。不过我自己比较习惯的方式呢，是先 CATWR 刚才档名后面传给 JQ， 因为我可以把指令全部放在后面，可以比较好的修改，也是一模一样的显示的比较好。不过光是这样还不足以说明 JQ 强大的地方。拿到资料的时候，首先我会先看它的形态和它有哪一些 key， 或者是 array 的话，它的长度是多少。那我们给它的指令是 type， 指令我们都包含在这个引号里头。那我们会发现它是一个物件。那接下来我就要看它的 key 有哪一些了。我会看到有3个 key。那比方说我想要读取的是 success， 那我前面加个点 UCCESS， 我可以得到它是 true 的，表示我们这一次 API 打的是成功的。那它真正的资料其实是放在 records， 可以看到 records 看起来也是有点长的。好，它有点太长了。我希望用 less 来看，那可以比较容易看到，可以上下移动比较容易看到，但是这样子没有颜色，看起来比较丑一点点，所以我这边其实可以加一个 D， 让它强制它显示颜色。less 这边加个 dash， 让它显示原始的样貌，不然的话它颜色还是出不来的，所以可以看到它的内容。那我们看到这边的确显示了很多跟气象有关的资讯。好，那 records 本身它又有哪一些 key 呢？这边 dash C 可以不用了。那我们一样用一个 pipe 在后面，把这个再传到后面去。然后所以我们看到它有2个资讯，一个叫做 dataset description， 一个叫 location。好，那这边的 pipe 跟 Unix 的 pipe 管线是差不多的东西。那我们先看一下 dataset description 里头有什么内容。它说明了这个 dataset 是36小时天气预报，所以主要的资料还是在 location 里头。那我们看一下 location 的形态是什么？它是一个 array， 我们也可以看看它的长度22，我们有22个不同的地区。我们先看它第一个，也就是我们把它方括号0来看。好，我也是加一个less 来看，我先不管它颜色了，它是加义线里头的东西。那它本身呢又有哪一些栏位呢？它本身有 location name， 所以不意外的话 location name 应该就是刚才的加义线。好，所以到这边我们其实就可以把所有的地方名称都列出来。嘉义市新竹县这些一堆东西，它会不会有重复的呢？在做资料分析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不断的检查。我们可以用之前讲过的 sort 加 unique 来确定它的大小是不是还是刚好就是22个的确是。但是 sort 本身其实有 dash u 可以用。那如果我们真的要去检查说它到底有没有重复，或者说它有多少个 unique， 有一个更好用的是 dash c， 所以我们可以做统计。我后面再加个 less， 可以看一下这边，你可以看到做统计来说，最前面每一个东西它的次数都只有1次，每一个东西出现的次数都只有1次。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另外一个东西叫做 weather element。那时候我们也看一下它的 weather element，似乎还是有点大。那它的形态是什么呢？它是一个 array， 所以我们就先看它第一个，看看它长什么样子。这看起来就比较小一点点了。我们用我们的 less 来看好了，可以看到它 element name 是 wx， 那里头有一个 time， 看起来是一个 array， 里头有不同时间点，所以也许我们只要第一个时间点就好了。所以看起来它是每6小时更新一个不同的可能是预报。如果我们拿其中的第2个来看呢，第2个它的 element name 是 pop， 不太一样了，然后一样有 time 有不同3个时间点，然后看起来像是不同百分比，可能是湿度。然后再下一个我们也看一下，看起来是最低气温 CI， 看起来是一个描述它天气的舒适程度。然后还有 max T 是最高温。还有没有其他的呢？已经没有了。
好，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是我们一样要检查是不是其他县市刚好就是这几项，什么 CI、MaxT、什么 WX 这些东西。那我们就对所有的东西去检查，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它这边有好几个不同的 element name。好，我们可以把所有可能的 element name 全部列出来。好，那我们要怎么知道它们到底有哪一些？那一样的，我们就是一样可以 sort。我们干脆就直接统计好了。可以看到每一个刚好都是22个，所以没有错，每个县市它这5个属性其实都有。好，接下来我们希望挑选其中一个好了 ，CI 好了，我们先挑 CI。要怎么去把 name 是 CI 的挑出来呢？我们可以这样做，它有一个函数叫做 select element name， 让它等于 CI 的，我们把它挑出来。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就挑出所有 element 的是element name 是 CI 的。你看到这边，等一下把它一样，你看到这边列出来第一个这 element name 是 CI， 然后它里头好几个不同的 time， 我们等一下可能只要把它第一个 time 列出来就行了。接下来下一步我们就是要把它全部整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呢，我们希望能够列出这个县市以及找出里头 CI 的那一些资讯。好的，所以我们稍微修改一下这边，我们先针对第一个东西位置来做就好了。好，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示范好了，我们把这边加上一个 pipe， 然后这边加上 location name， 它这样其实会生出来的东西呢，就是我会先建立一个物件，那这物件里头只有一个名称啊，只有一个栏位叫 location name， 而且它用的东西刚好就是这个 location 里头的 location name。好，那如果我把这边0去掉，它就会列出所有东西。好，但是我们不只要这个东西，好，所以我们这边的话，我再打一次刚才的 location name， 这是我们第一个物件的第一个栏位。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加上一些其他的栏位。这个栏位呢是 weather element， 但是我丢给它后面这一串东西，让它从 weather 只选出 CI 的那个元素，然后把它加到我现在这个物件里头。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我们的物件，我一样让它 list 一下，去显示一下这边加一线，然后你可以看到的确它把 CI 拿出来了，而且 time 这些东西都拿出来。可是这边还是有点太多，我们只要 time 里头第一个，所以我们把它再稍微修改一下，这边点 time 0，这样看起来不错了。不过我们是不是连时间都不要，我们只要这个 parameter 就好了，所以我们就再点 OK。 好，这边就大致上是我们要的东西，就是有县市名称以及它的天气的描述。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对我们22县市一起做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确把刚才那个很复杂一开始根本看不懂的资料，经由 JQ 整理到一个我们现在可以简单看到的报表。不过我们还可以再从这报表再做一些分析，比方说我本来是想要找闷热的县市，但是每个县市都很闷热，所以我们就干脆找有中暑的县市。那要怎么去找有中暑的县市呢？我们再过滤器，再做一个过滤器 select 那个东西叫做 parameter name parameter name。 那现在中暑只是它一个子字串，所以我们再呼叫一个 contents， 就是说这个字串包含了中暑这个简单的子字串。好，所以我们就拉出了会中暑的县市。因为这中暑的县市有一点点太复杂，我们只要列出它的县市名称就好了，所以点 location， 所以我们就直接列出在现在这个时候天气的描述里头有说明说它可能会中暑的县市，这5个县市名称就把它统统列出来。所以你现在从这边大概有点感受到这个 JQ 是拿来做什么用的，然后它的风格大概长什么样子。类似的东西我们来对 WX 来看。所以刚才 WX 是其他气候的描述，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不同的气候的描述。那我们找到一些可能会下雨的，所以一样刚才的东西类似，但是这边找到的是下雨的雨，那只是这边前面是 WX， 所以我们列出一些看起来会有下雨的县市。所以这几个就是目前预报看起来会有下雨的县市，还蛮多的，这些都是。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气温好了。气温我们找最高气温，我们看到底有多热现在到底有多热，有没有 max T， 然后当然这个过滤这边是不需要的。可是我们想看一看有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气温是大于比如说33度的，所以这边是 max T。我们这边不用 contents， 我们就直接先把它转成数字好了。好，我们转成数字之后跟它导出气温大于33度的，那我们可以看到最高气温大于33度有这3个地方，新北、嘉义以及台北。那我们能不能做更多的一些计算呢？我们可不可以算，比如说也许很奇怪的，我们来算一下它的
这22个县市的气温最高气温总和。那当然我们先把我们的气温先把它叫出来。我们现在看一下 parameter name， 那我们把它转成数字，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 array 之后，对这个 array 做总和。ADD 是算总和，所以22县市的总和是721。不过这721看起来没什么意义嘛，平均好像比较有意义。那我们可以做这个组合，我们把 ADD 后面除以它的 LENGTH， 不要忘记 length 也是针对 array 去做的一个函数，所以我们这个 ADD 除 length 这个最后一个步骤，我把字稍微放大一点点，你可以看到这边 ADD 除以 length 在这个地方，好，在前面啊 ，ADD 除以 length 代表是我把 ADD 作用在前面这个 array，length 也作用在前面这个 array， 然后计算它们的相除，那这样就可以算出平均了。所以在这个6小时的预报有22县市的平均温度，最高温度的平均其实是 32.7727。以上就是简单的对 JQ 的一些介绍。